这里是治安杂谈，一个让8岁到88岁都能够听得懂资讯安全的节目。今天来谈一个这个新闻，是讲说这个谷歌呢，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例，就是谷歌他们用了 AI 的模型，发现了这个安全上的漏洞。那这个在福布斯的新闻上面都有在讨论这个新闻，所以算是一个不小的新闻，其实算是一个蛮重要的新闻啊。那这个是谷歌他们的原文，就是说，他们就宣布了嘛，就说这个是有史以来公开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有公布的，就是用他们的 AI 的模型找到了这个一个很有名的软件的代码的漏洞。那这个软件，一般的程序员都知道叫做 SQLite，就是一个数据库的软件这样。那这个软件一般是比较用在这种嵌入式的系统啊，这种比较小的机器里面的这样。那它是开源的嘛，所以他们就直接用这个他们 AI 的模型去扫这个新提交的代码这样。然后他们当然就有用一些，反正在他们的这个研究的方法里面就会讲一下啦，但其实也不是太重要，反正就是说他们找了一些就是新提交代码中比较关键的信息，然后交给他们 AI 的模型去分析这样。然后从这里其实反而是比较重要，就是讲到这个发现的这个vulnerability，就是说这个安全的漏洞，它这个还不是只是一个 bug， 就是一个软件的一个错误，它这个是讲的 vulnerability， 我们会就是比较称作说这个漏洞有可能会被这个所谓的骇客来使用，然后用来做一些恶意的操作，这样。那它这个简单来讲，它这个发现的就是说，反正我们都知道这个代码里面是有很多个一小块一小块组成的嘛。那一小块之间，我们可以说每一小块就叫做一个函数这样。那它这个数据库，它就是说它在就是它在调用，就是在使用一个函数的时候，就是说它这个函数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限制的，它就是有一个地方说，你是可以给它设一个比较特殊的值，就是-1的值，-1就是01234嘛，但是它是可以设在-1，就是说它允许它一个特别的位置。那就是但是在编程的人里面，在使用这个函数的时候，他就忘记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考虑到，他就因为这个东西，它在这个函数里面，就是这里讲的一个叫做这个上面这里讲的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叫做 iColon 的一个地方，点不太到，就是最上面第一个这个地方 iColon 这个地方，它这个是在它的代码里面是说，这个函数本来它设计的人是说可以-1，会用来处理一些特别的情况，但是要记得它是特别的情况，所以一般来讲，别人在调用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因为这个 iColon 我们大部分习惯来讲，就是说，这是电脑里面的我们讲的一些所谓的一些index， 这个中文就是索引吧，我暂时翻译索引。的通常就是从0、1、2、3、4，就是要正数，但是它这里居然允许了一个就是复数的情况，就是说你如果比如说有时候找不到，你就返回，你就说是设的复数吧，类似这样，就是说它调了一个特别的值在这里，允许它是复数，但是在另外但是因为这很特别嘛，我只要讲说你只要知道说这是很特别的情况，那人家在
别人在使用它的时候，在这里使用它的时候，就是这一段在使用它的时候，他居然就没有考虑到说会有负数的这个负一的这个情况，所以但是人在写的时候是没有发现的，但是呢 AI 很厉害，他居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说发现说你在这里没有设负数的话，如果没有考虑到负数的情况，你后面的代码会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会产生所谓的 vulnerability， 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漏洞，讲的这安全的漏洞。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个 AI 帮人加上去的，关键就是这一段。那这一段简单来讲，就是说，它就规定 AI 就发现说，你这里你没有把它处理好，就是你没有考虑到复数的情况，所以我帮你来规定，就是说，我一定要确定你这个东西拿到之后，一定只能是0或1或2，我才会允许你去往下跑，不然它就会是有问题。人在写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所以，但是 AI 发现了，所以他帮他加了这一行，确定说。你不可以是负一的情况，就是之前那一个很特别的情况，我不允许它发生在你调用这个另外这个这个地方在调用的时候，AI 就帮你检查说，我一定要你是0或1或2在这里，所以这个很厉害。但是这个厉害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谷歌的研究员在发现他加了这一行之后，他们就不懂为什么 AI 要加这一行，他们是不懂的。这里就有说了，这个就有说了哈，这里就有说了，这里就是在解释说，到底为什么要加这一行呢？他们就说，他们就跑了很多的测试，然后之后说发现呢，如果不加这一行。当他执行到718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比如，他就说这什么在这个一般，比如说64位元的电脑里面，如果你不加这一行，它在这个在这个64位元切一半，60切一半就是什么32码。他说，在这后面32码的时候啊，在执行到下一个回圈之后，它就会缓存就很有可能会溢出。在某一种条件，就是你在设定这个数据库的时候，某一种条件下，它缓存就很有可能会溢出，但是只有在某一种特殊的条件下。那这个也是他们跑了很多的测试之后才发现的。刚讲的这句话就是它上面写的，我知道很难听得懂，因为其实我也看不懂啊。那不只是我看不懂，甚至说谷歌他们自己的研究员也在讲说，发现这个错误其实是很困难，就是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们也是发现 AI 加了这一句，之后他们跑了几次之后，又调试了几种不同的设定之后，才发现这真的会变成一个安全的问题。这个电脑真的会爆出就是会有这个安全上的疑虑。他们才发现哇。AI 好厉害哦，他居然发现了，我们都没有发现，他居然比这些谷歌的这种研究员还厉害，所以这个就是厉害，就是厉害在这，就是说突破，就是说 AI 已经可以说突破了，比如说像这么谷歌的这些这么顶尖的这种程序员的这种的水准了，所以蛮惊讶的，是蛮惊讶的，所以就是对啊，所以你看他这里就讲嘛，说对他们来讲，这个这是对他们来讲，这个不是很容易对一个人类的研究员去发现这个错误，然后去启动他这个错误，但是居然 AI 他发现了，所以就是他们很惊讶，然后他们也很兴奋的公布了这个研究的成果，就是这是第一个世界首例 AI 居然超越了可以说这些最顶尖的研究员，然后发现了这个这么就是这么普遍使用的一个软件上面的一个安全的漏洞，然后他们当天就把它修复掉了，所以非常的厉害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新闻，分享到这里，拜拜。